有一种人是历史的背景板，他不出现在正传里，不出现在最后的封赏名单里，甚至不出现在他自己改变的那段历史里，他只是在某个没有人会记录的夜晚，做了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决定，不符合利益的逻辑，不符合风险的逻辑，不符合一个在权力机器里生存多年的人应有的本能。你往前翻100页，找不到他动机的来源，你往后翻100页，他已经退回到背景里，悄无声息，只剩下那个决定悬在那里。公元前91年，长安，巫蛊之祸的尘埃刚刚落定，太子刘据以谋反罪被逼自尽，妻子儿子一并伏诛，整个太子一脉被帝国的权力机器碾了个干净，还差一个人，一个婴儿，他刚出生几个月，还没有名字，或者有了名字但没有人在意。他的父亲始皇孙刘进死了，他的祖父太子刘据死了，他的曾祖汉武帝还活着，但此刻正在暮年的疑心里无暇顾及这一个微小的遗存。帝国的档案给了他一个身份，囚犯。管理这座监狱的是廷尉监丙吉。廷尉监不是一个有分量的官职，他不出现在权力的核心圈层，不参与任何政治决策，他只负责一件事，监管关押政治犯的这座牢狱。丙吉在这个位置上见过太多这样的景象，罪名从宫廷传来，人从各地押送而至，在这里等候处置。结局通常只有一种，他是帝国机器里一个精确运转的零件，他的职责是执行，不是判断。但他看了看那个婴儿，史书没有写他当时想了什么，没有写他内心经历了什么推演，没有写他估算了什么风险，没有写他给自己找了什么理由。史书只写了他做了什么，他从关押的女犯人里挑出2个人，让他们给这个婴儿做奶娘，一个叫胡祖，一个叫郭征清。这2个名字在汉书里活了下来，让2个女囚给一个罪犯的婴儿哺乳。在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这都是一件不该做的事。这个孩子是政治株连的遗留物，他的存在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任何利益，保他是风险，不保他是常规。一个廷尉监按照这个帝国的逻辑，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破例。但胡祖和郭征清被安排在了那个孩子身边，他们给他喂奶，照看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在监狱里的日夜。他们的名字之所以进入历史，是因为几十年后，一个坐在皇位上的人还记得他们的脸。汉宣帝即位之后，把年迈的胡祖召进宫，见了他一面，给了厚重的赏赐。他那时已经是整个帝国最有权力的人，但他记得那张脸，记得那段岁月里他做的那件事。这是后话。眼前的丙吉刚刚做了一件他自己也无法用任何政治语言解释的决定，他没有解释，他只是安排好了，然后退回到他廷尉监的日常事务里。这一年，汉武帝病重，方士在他耳边进言，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气。汉武帝震怒，他已经垂垂老矣，已经在疑心与悔恨的漩涡里挣扎了很久。那个天子气的说法精准地击中了他最深处的恐惧。还有哪个人在窥视着他的皇位？使者郭壤连夜出发，奉旨赶赴长安监狱，旨意很简单，杀光监狱里所有的囚犯。郭壤到达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，丙吉站在门口，他没有开门。郭壤持节，奉天子命令。丙吉是廷尉监，是帝国机器里的一颗螺丝，他没有任何资格、任何权利、任何制度上的依据来挡住一道天子的旨意，他知道这一点。丙吉堵在那扇门前，从夜里堵到天亮。他说了一句话，史书把这句话留了下来：皇曾孙在此，不得擅杀。注意他选择的措辞，他没有说这个婴儿是无辜的，没有说杀孩子是残忍的，他说的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判断。皇曾孙这个身份，哪怕已经是罪人之后，也不是你郭壤一道夜间旨意就可以随意处置的。他在用程序挡程序，用制度对抗制度。那扇门没有打开。天亮了，长安城里另一道旨意从宫里传出来，大赦天下。郭壤拿着他的旨意站在门外，等到了另一道旨意，把他的旨意作废。丙吉从夜里站到天亮，退开了，那个孩子活下来了。大赦天下，刘病已出狱，丙吉替他安排好了去处，送至掖庭，后又辗转入祖母史家抚养。此后，刘病已在长安的民间慢慢长大，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过着与帝国权力中枢毫无关联的日子。他不住宫殿，他住街坊，他走过长安东市西市，他知道粮价怎么涨，知道哪条街上有人敲诈游侠，知道一个佃农欠了债要怎么打官司，知道穷人家的孩子冬天靠什么熬过去。他身边的人不是朝臣，不是宦官，是走卒，是商贩，是在帝国最底层流动的那群人。
刘病已在长安街头并不老实，他跟着市井少年斗鸡走马，混迹于东西两市，掖庭的官员拿他没有办法，史家的长辈也管不住。长安令的公文里，他的名字出现过不止一次，惹事、欠债、跟人起过械斗。有人把这些事情报给丙吉，言下之意是当年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护住他，救了个不值得的人。丙吉看完，把公文压了下去，自己掏钱替他了结了欠债，没有说一句话。那个在街头斗鸡走马的少年就这样又多活了几年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绝大多数生在深宫，长在深宫，他们读史书、读政论、读臣子的奏章，却不读人。刘病已是极少数的例外，因为丙吉那个决定，他被放进了真实的世界里，被那个世界养大。他后来做皇帝，史家评价他务实、体恤民情，不爱符文，不喜欢空洞的儒学说教，喜欢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官员。汉宣帝中兴被认为是西汉国力的顶峰，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廷尉监把一个婴儿从监狱里送进了长安街巷。丙吉安排完了，退回去了。他没有再提那个夜晚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痕迹，没有向任何人讲述那扇门前发生的事。帝国机器继续运转，汉武帝驾崩，霍光开始主政，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。那个夜晚被压在轮子底下，无声无息。只有一个孩子在长安的街巷里一天一天长大。这20年间，丙吉也从廷尉监一路升迁至汉宣帝朝，官至丞相。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驾崩无子，霍光扶昌邑王刘贺即位，仅27天，刘贺便以荒淫无道被废，地位再度悬空，朝野震动，无人敢于发声。是丙吉第一个开口，他向霍光举荐了刘病已，故太子遗孙刘病已长于民间，通晓民情，德行端正，可以为君。霍光采纳了。从那个夜晚算起，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。丙吉在这20年里没有宣布过任何事，没有邀过任何功，没有向任何人提起那扇门。但他记着，他在适当的时候说了适当的一句话，完成了这件事最后的半截。他后来出行，路过长安街头，看见一伙人正在斗殴，横七竖八，死伤倒地。他的车没有停，随从不解，问丞相为何不问。丙吉说，路上的死伤自有长安令去处置，那不是我该过问的事。走了没多远，路边有一头牛正在喘气，喘得急促，不像是走累了的样子。丙吉停下来仔细打量，问了随从很久，随从更加不解，人命不问，却在这里看牛。丙吉说，眼下的节气，牛不该喘成这个样子，若是疫病传开来，影响的是整年的收成，是天下的农事，这才是丞相该留心的事，轻重先后各有分寸。这个人从年轻时候在监狱里挡住郭壤的那一晚，到年老时候在街头停在一头喘气的牛面前，不是哪件事对我有好处，而是哪件事该有人管，哪件事该我管。他没有跟皇帝提那个夜晚，因为那件事已经结束了，他不需要报仇，不需要被记住，他只需要被做。汉宣帝最终知道了一切，他知道了那扇门，知道了那个夜晚，知道了一个廷尉监如何用一句黄曾孙在此，把帝国的一道夜间旨意挡在门外直到天亮。他知道了胡祖和郭征清的名字是如何进入他最早的记忆的。他知道是丙吉在20年后举荐了他的名字，让他从长安街巷走进了未央宫。有一种人做了改变世界的事，然后对着世界的问询保持沉默。权力的叙事向来只记录占领了那个位置的人，那个做了决定的人，那个名字落在诏书上的人。丙吉什么位置都没有占领，什么决定都没有宣布，他只是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夜晚，站在一扇门前，等到了天亮，然后用此后的20年悄悄看着那个孩子走完了他该走的路。他连这件事本身都不认为算是一件事。那扇门关着的时候，天子气在门里面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一个孩子在里面。